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8号超人》。这款游戏是 SNK 的作品，出品于1991年。一共有3个操作键，分别是攻击键、跳跃键，还有释放能量键。释放能量球的时候，人物会向全屏发射很多的能量球，但是不无敌。AB 的话，人物会向2个方向进行攻击，但是也不无敌。下跳还可以进行滑铲，滑铲的时候人物也不是无敌的。这款游戏咱们就没有主动的无敌招式啊。被动的情况下，被敌人击中了，会有短暂的无敌时间。血量的最大值是5滴血，同时能量最大也是5个。血量可以通过拾取字母 L 进行回复，炸弹可以通过拾取 B 进行回复。另外还有一个 P 是增加人物的攻击威力，但是捡到1个就算是满级了。游戏的长度并不长，一共是4关，但是每个关卡是由很多的小关卡组成的。我这里放了一个能量，这里是第1关的 BOSS 超级机器人5号，也叫做杀人机器人5号。屏幕上方中间就是它的血量。AB 的攻击力要比平 A 强很多，所以一般打 BOSS 的话 AB 是比较有效率的。放了一个能量，它跑了。这款游戏是动漫作品改编的，但很多的小伙伴当年可能是玩过这款游戏，但是没有看过它的动漫，或者是真人的漫改剧。它的年代实在是太早了呀，最早的漫画可以追溯到1963年。我当年也只是玩过这款游戏，查找了一些资料，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它的原作日版还有美版人物的名字是不一样的，有区别。这里我以日版为主，主人公的名字叫做横山，是隶属于大都会预防犯罪局的特工，但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被罪犯射杀了。天才教授袁龙龟把横山的意识注入到了8号机器人当中，这就是咱们操作的8号超人。他还有一位女友叫做杏子，但是主人公现在是机器人了呀，一些功能上可能会受到损失，不知道有没有影响。在原作里边，8号超人的能力包括了飞行、发射射线引起爆炸，甚至还可以进行变形，变成其他人的外貌。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，游戏当中的能力是被削弱了呀，起码我是没见他飞起来。美版当中主人公的名字叫做彼得·布雷迪，天才教授叫做塔尼，他的女朋友叫做珍妮。既然是机器人，就涉及到补充能量。大家都看过《机械战警》吧？原理差不多。8号超人补充能量是依靠他腰带当中的烟盒，
里边放着能量香烟，吸食的话就会补充能量。这个设定其实不大好，游戏当中也没有体现，因为吸烟有害健康嘛，怎么可能补充能量呢？但是考虑到原作的诞生年代，1963年，所以当时可能还没有这种意识吧。第二关的 BOSS 是一艘战舰，叫做极速斯卡里号。大家看见战舰头部的这个显示屏里边有一个人的头像。其实 BOSS 的本体是一位科学家，他把大脑移植到了战舰当中。刚才显示屏上的图像就是他人类的样子。这里就是 BOSS 的弱点了，他的血条也出现了。大家看我的拳脚是不是特别快呀？那是因为我开了连发呀。你现在让我这样操作，我肯定是达不到这个速度了。有可能短期的2-3秒能够达到，但是长时间维持这个手速是不现实的。年轻的时候手速比这快呀，根本都看不清。后来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嘛。也祝大家的手速早日降下来。游戏毕竟是可以借助辅助的，但现实生活当中，你的手速仍然这么快的话，那家里就该催了呀。尤其这快过年了，你说你回家，亲戚朋友都来了，给你来一套灵魂八问，你说你怎么办啊？估计也只能废话文学了呀。游戏当中这种快速的版面场景出现了几次，最后要打这个激光机器人，我放了1个能量，他给我补了3个，赚了呀。游戏当中能量补充的还是不少的，但是血量给的并不算多。游戏在碰撞上判定不是很明显，往往你已经掉血了才发现。刚才这种机器人会分头行动，打这种血量比较多的敌人，最好还是 AB。虽然普通的平 A 我开了连发，攻击的速率很快，但是感觉在输出的效率上还是比 AB 要差一些。好处就是安全一点，敌人跑过来，你可以直接把他打远。这一下太突然了，刚跳过坑，马上出现一个敌人。5个能量就满了，再多也没用。反而我的血量不是很充足啊。2个 BOSS， 这个 BOSS 之前咱们第1关就打过，好像是叫做怪人盖伦，但是我不能确定，毕竟漫画的原作我没有看过。又来了2只，这次第1只秒的慢了一点，血量加满了。
我刚加满啊！他的下半身我记得之前是往后跑的，这次怎么跑前面了？这里感觉是 BOSS rush。狗子用屁股对着我呀，被一顿踢。这种僵尸的敌人要打倒2次，所以说尽量还是少和他们纠缠。捡到这种数字8，咱们就可以无敌一段时间。我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贪了，我应该快一点往前跑的。但是考虑到之前血量有损失，所以还是拿了一下资源。跳跃键长按的话就跳得高，短按就是小跳。玩过超级玛丽的小伙伴应该都懂。下方应该是毒液，我刚才这一下怎么躲呀？好突然！第3关的 BOSS， 这个家伙应该叫做恶魔格玛，或者是恶魔竹马。我看了相关的资料，这个家伙的剧情刚开始是没有画完，因为画到1半多的时候，原作者由于某些原因吧，有地方就免费给他供了一段时间的饭，等他出来之后才把这段剧情给补完。这是真的进入到了画不了漫画的一个状态，不像现在有些漫画家呀，画着画着去打麻将了，作品就搁置停更，一停了1年多，老贼让人恨得牙痒痒，你又拿他无可奈何呀。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说的是谁呀？又是这种强制的向前奔跑的卷轴，套路都差不多，但是越到后面的关卡，出现的敌人就越强，而且像这种最简单的杂兵，他如果和你一条线的话，最后他是会跳过来的，这一点要注意。因为本作的碰撞的判定真的是很严格，这种激光机器人出现第几次了呀？好像越到后面是越扛打的。咱们现在已经推进到了第4大关的第2个版面，最后一关的流程真的是长。因为最后还有一个 BOSS 的2连战，2连战之前有一个强制的卷轴，是没办法赶路的。我的能量没有多少了呀，这个地方你让我怎么躲呀？除非是背板，原地跳一下，或者是往前带一下卷轴。把刚才那个机器人提前带出来，不然直接跳的话肯定会落到他身上。这个 BOSS 我打了3回了吧，
蹲下打就比较安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 BOSS 的体型比较大呀。这里竟然要打2个第一关的 BOSS， 超级5号机器人。打他的时候，其实应该近身，尤其是他在释放能量球的时候，离得越近就越安全。但是不要碰到。打爆了一个，另外一个血量也不多了。对面的这种敌人看起来和咱们外观很像，最好是近身之后用 AB 秒掉，不然他是会释放能量球的。这家伙又换了一个颜色出来了呀！他一共有2种攻击方式，都是释放闪电。释放之后，它会进入一个疲劳的状态，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输出了。第4关的 BOSS 赛博机器人，这个机器人非常大，咱们现在是在它的脚部，乘坐电梯一点一点的往上升。这个机器人应该是没有建成，咱们只需要打它的头部就可以了。大家注意，我现在站这个位置，敌方的杂兵跳出来之后，给咱们留下的空间其实非常小，而且上方有时候会出现直升机，站刚才那个位置也是比较安全的。来到了机器人的胯部，手出现了，这个手是能够抓到咱们的，需要躲一下。机器人的腹部位置，装甲还没有时装，还裸露在外边。跳动的应该是它的发动机呀，感觉装在了肾部。上来之后没有看见机器人的头，头现在是分离的。这个家伙真的是会分头行动啊！把能量补满了。打飞机还是要放一个，这个能量要找机会去拿。释放能量的持续时间太短了呀，但是其实也无所谓，反正放了之后你也不是无敌的。这里就是 BOSS 了。大家可能还记得刚才机器人的大小，这个头应该是比例不对吧？太小了呀。里面有他的大脑，后面是最终 BOSS 战。
最终 BOSS 是一个幽灵，好像就是刚才那个大脑变的呀。现在是他的第1阶段，这里他是没有血条的，咱们躲着点他发射出来的幽灵火就可以了。后面才是和他动真格的。这里实际上 BOSS 是有2个阶段的，他的攻击方式有2种，一种是冲撞。冲撞的话，咱们躲在屏幕的左边就可以了，他撞不到你。另外一种就是放这种幽灵火，幽灵火有2段，一个是上段，一个是下段。上段的话蹲着就可以躲，下段需要跳。当他的血量比较少的时候，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。第2个阶段释放幽灵火的频率非常高，躲起来比较困难，而且毕竟是最终 BOSS， 他的血量是非常抗打。我的血量也不太富裕啊，还剩2滴了。这里他已经是2阶段了。拼血拼下来了，我果然还是比较喜欢和 BOSS 拼命。这样的话就通关了。补充一点啊，这款游戏是可以双打的。双打的话，2P 操纵的角色叫做9号超人，这个很神奇，并不只是换了个颜色，还换了个编号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，8号超人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